曾经很多游客在这条街上无意当中买到了价值连城的古董，包括我一个朋友。在这里，中国几百年的古董瓷器啊，真是遍布这条街。那么很多朋友说也对，曾经郑和下西洋啊来过印尼。那么在雅加达这条古董街上啊，全部的瓷器都是海里打捞上来的，就是很明显的在海里那种特质、那种特征。那么很多朋友又有疑问了，为什么在印尼的古董市场集中了这么大量的中国古董？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，就是因为曾经那个事件，因为98年那个事件，华人事件，很多家里的传家宝啊，很多财物啊，就流落到大街小巷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来这条街上带大家逛一逛，看看我能不能淘到一件文物，至少年头在500年以上。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条街啊，就是很长，然后都是一家一家的小店铺，有点类似古董店，也类似我们国内的旧货市场。看看这是第一家。这第一家店就似乎满载了中国各种文物，大家看一看，看着确实很老啊，兄弟们，看看这上面，哇，这盘子，反正曾经郑和既然下西洋，既然来到过印尼，所以说在这片水域有沉船也是很正常不过了。兄弟们，看看上面那些瓷器都已经卡上口了。兄弟们，这个肯定不是真的啊，这个我家也有一个，这个我家有2个这个，咱们大家看一下，还有这种小鼻烟壶，看到没有？这种小鼻烟壶，大家之前能不能想象到，在印尼的最大古董市场，竟然全是中国的瓷器？看看这里面，中国的玉佩。兄弟们，他说这老板说这90年了，这个，我们看一下。我操！我给他放这地方，被整打了，这小子不得讹死我！看看兄弟们，你看。大清康熙年，这感觉不像真的，兄弟们，这感觉像我家的烟灰缸一样。我兄弟，我对瓷器也不是太了解。你要说其他的这个古玩这一类的，我还是算比较专业。但是这个，我看看这个，也是大清康熙年制，这是一个小瓶子。这个太新了，兄弟们啊，这太新了。他既然说90年吧，你多少做旧一点是吧？他这一点点做旧的痕迹都没有。你对客户这个智商也太不尊敬了。看看这里还有好多碗，看看这碗应该是瑕疵的。Long time 150 No兄弟们，从他这个碗上这个瑕疵啊，咱们就可以看出，他这瑕疵不是说后磕到这个瑕疵感觉出炉就有。那从这个瑕疵也看出来，如果说它经过100多年的这个岁月积累，它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瑕疵这个口啊，都是非常锋利的。这写的是啥呀？这是河鱼、河星是什么？应该是河星吧，看不太清。好了吧？好了吧？500。那么它这碗要250 ，500。这个呢 same price。这也是250一个。This old one. No old one. New one. No, maybe yeah. I know. How much? 你们看看这个碗，这个印尼大哥有点太不尊重这个顾客智商了。你这是啥东西？这个纹路我都感觉是自己画上去的。你瞅这，该掉色的掉色，然后该褪色的褪色，它根本就不是烧进去的。兄弟们，刚刚这老板呢，我跟他说他给我拿那个都是 New One 呐，然后他这个憋不住了，最后给我推荐了这一款。这个看着有点年头，但是这个年头也谈不上。Both, about this long time. I don't know. You don't know. 你看老板也不说了，然后让我举了2次也不说了。看看这个，这感觉像一个有点像尿壶，还有点像这个水壶。一别行千里，来时未有期。其实上面还有少的文字，大家看看，这也是一个文字，但是这个一别这个黑色字是上后写上去的。那么曾经在东北啊有一对恋人，然后分别的时候，可能是男方送给女方的一个壶吧，是吧，兄弟们？也许是这样。那这个也不是什么官窑，也不是啥的，就是一个普通百姓家这种，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感觉。这个how long time maybe？ Oh, 300, 200. 兄弟们，老板说这是日本的盘子，这不是中国的。他说200-300年，但是他说呗，他爱说啥说啥呗。Chinese Yes. 都中国瓷器啊，兄弟们，中国瓷器 Chinese。兄弟们，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，这个 Chinese 一个是中国人，也是中国瓷器的意思，哈哈，上学时候学过。
你看看它这个小酒盅哈，然后这些小瓶瓶罐罐，哎，像这种没有款的都是民谣，但是大部分来说是这样的。那民谣就没有什么太大价值。像这个做的也太假了，这个你看这表面上这个表面很光滑，完全一点包浆都没有，这太假了。然后上面这个口呢，还搞成画，这是画出来的，这种旧是画出来的，兄弟们。在国内这种市场上啊，这个古董市场啊，其实很多这种做旧的厂家，不是说大家想象中那种老手艺、老工艺，什么多少年的老师傅给你做旧。像这种所谓的做旧，我跟你说都是有厂子的，这种厂子就是生产线给你做旧。所以说在这里啊，你想出手，你就一定要懂，你才有出手的机会。如果你啥都不懂，你根本就不要想着出手的问题。Japan Chinese。哦，这上面写的什么字啊？看 Japanese 那种都是花花草草啊，都是那种很兄弟们，咱们有知道他为什么拿铁丝给他勒上啊？是不是也怕他摔啊、磕碰这一类的，怕他坏是吧？这后面写的什么东西？兄弟们，我问一下这个老汉呐，他们这时间最长、最久的瓷器是哪个？然后他给我指了上面那边小碗，但是我觉得，他也不太会英语啊。哦，没把路。啊，这是new， 这是 new， 啊，这是 old。从品相来说，这个还挺不错，但这一瞅像新的，这不像旧的这个。我操，这后面还都这是荷兰语啊，这是。那当年荷兰出口的时候，在这边说被劫了。那么咱问问这小碟子多钱啊？这小碟子不大，没有我手掌大。巴拉巴600。哎呀，他这个要300块人民币，要300人民币大概。我看这个老板的意思，我估计 ，no， 我估计要300人民币，我估计给个20、30的也差不多少，也就这个价。那这么看来，它不能是真的。哎呦，哎兄弟们，我突然发现这里面有一个碗，大家看一看啊，这里面有一个，这啥玩意儿啊？兄弟们看看这个，它这个口是粘上的，在海里，你来我里去啊，这个在海里，兄弟，这个还海里出土的啊，上面还有贝壳呢，看见没？上面还粘着贝壳，这贝壳粘的很结实，这是粘上去的吧？这是拿什么胶粘的？你看这个，你这个做的不行啊，有点假呀，这个。兄弟们，这老汉不让我走啊，堵着我呀！老汉这我估计这条街啊，跟咱们国内古董店一样，就是也没啥游客，也没什么人。这好不容易抓个人，是怎么想卖他点儿，想赚点钱，卖点我也没有他们太喜欢的东西，主要是要有的话吧，价钱差一不二，就当纪念品了，买也无所谓。但是我的确没有太喜欢的。你看，但是老汉一直在跟我强调这个小碟子。这小碟子瞅着有点新，哪怕说你有一件就是，即便是做旧的，但是你做的很好，然后让我至少让我很有眼缘，我一看，哎，确实很像那种。那他这个有点太新了，你看看这个，大家看看，这种太新了，这个荷兰风格的，然后后面就是荷兰字，不让我走，不让我走，我车子，哎，东来，哎，老汉啊挺执着，就是不想让我走，想让我多少花点钱，但是确实没有我看上眼的，兄弟们，我再往前走一会儿，再溜达一圈啊。